主要想谈一谈恒生科技指数后期的整体发展。其实这只标的我们在7月14号的时候当时说过对于它后期整体的一个走势，至于是反弹还是反转，截止到目前经历了1个多月的时间，依然没有下一个定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此处是反弹的话，那么后期向下跌破什么样的多空节点将确认，如果是反转的话，后期向上大致还有多大的空间。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来梳理一下前期整体的一个下跌结构，或者说调整的一个结构。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在你喜欢的视频下方去关注、订阅、点赞和分享。因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的视频制作，后期更多的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因此大家充电之后要及时加 QQ 来约稿，以及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福利。本期视频是会员约稿，主要想谈一谈恒生科技指数后期的整体发展。前期对于上市之后，从2021年2月份一直到2022年10月份，这1年8个月的时间里，整体的下跌它是属于一个调整浪，这是一个调整浪的一个结构。在这个调整浪结束之后市场要么进入到反弹，要么就是反转。其实当下两种预期同时存在。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次从这个低点2720开始，两种结构最后划分的一个不同。第一种划分，我们先要研判2720涨到这个4825，此处从周线图来看走出的是一个疑似五波的一个推动浪的一个结构。在这个五波推动浪结束之后，市场迎来了阶段性的一个向下调整，而且整体的回撤的幅度是比较深的，也可以说它形成了一个双底，疑似双底的一个形态。那首先我们先按照反弹的预期来看待，如果反弹的预期，那此处就是 A， 回撤的就是 B， 向上再次走出了一个五波形态，这一轮走势就是一个 C。 按照反弹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反弹时间跨度以及它的幅度都基本上达成预期。那后期整体来说将会向下针对这个三波反弹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回落修正。那按照新的这样的划分方式的话，那后期将会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位置走出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最终回到4000甚至于3500这个区域，才算对于前期 ABC 整体走势的反弹有一个充分的调整。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目前整体向上，它会从传统的反弹走势演变成推动浪的走势。那前期第一波的上涨，它就从所谓的 A 转变为一浪了，向下的调整三波形态，它就是一个二浪的一个结构。那目前就是处于这个主升三浪当中但是这个主升三浪呢，有可能从传统的五波形态最终演变成一个九波延长浪的一个形态。那第一种 ABC 的结构，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黑色段来表示。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如果出现这个三浪预期，它从 C 浪演变成三浪的话，它整体走势结构的一个划分，1、2、3、4、5、6、7、8、9。它如果从传统的 ABC 结构演变成1、2、3浪的结构并且这个三浪内部走出一个九波延长的话，那么后期整体依然是看涨上方逐渐的目标位通过时间会逐步看到6880或者是7856两个位置，这是对于推动浪结构的一个划分。那这两种的区别是在于近期是否能创出之前的高点 C 浪的高点，这个高点是位于6195，这是一个关键的点位，在于这个位置是否能直接向上突破。那之前的7月14号的视频，我们当时也说过，上方的多空节点应该是大概是位于5670附近5670附近。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从短周期日线图来看两种走势后期的一个区别，
以及如何通过点位来区分它的一个预期。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先画一下黄金分割上一次说的这个多空节点应该是在5755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向上之后再次跌破，并没有实质性的或者说从周线图上来看，并没有实质性的站上或者站稳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当前还不能下结论，到底是此处是一个反弹还是个反转。刚才通过周线图划分的话，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那这里就是一个 A 反弹一个 B， 后期向下还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 C 浪回撤。那如果按照这种预期，后期整体来看，我们要关注一个多空节点5397，跌破这里，整体来看后期向下的概率将倍增向下的概率将倍增，整体的回落走势幅度会比较深。那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结构继续向上的话，或者说如果再次向上站稳了比如上一周的高点5860，这也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多空节点，将说明按照第二种预期运行 C 浪演变成3浪，3浪内部出现9波延长的概率将是倍增。所以近期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5860或者是5397这两个关键的点位，都决定了恒生科技指数后期或者是中长期的一个调整结构的一个变化。那对于短期走势来说的话，我们还是重点关注这个形成的这个区间上沿的压力和下沿的支撑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区间之内，我们不做过多的一个预期研判，只是通过点位我们来判断后期整体走势的一个变化。如果非要强加一个结论，那可能我个人来说的话，更倾向于后期由 C 浪演变为3浪的概率相对更大一些因为香港的股市毕竟和国内的股市它是有千丝万缕的一个关联性。那如果国内的股市比如这些权重股科技金融类选择向上继续拉升的话，那么香港的恒生科技指数应该大概率也会继续向上运行。好，以上就是本期咱们关于恒生科技指数的再次更新。那么这次更新当中，我们也是给出了2种结论，同时也是给出了上下2个位置的多空节点。那这2个位置的多空节点将决定了恒生科技指数后期中长期结构上的一些变化。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期再见。